我一只老虎，却遇到了专门打虎的武松。兄弟们，我该怎么办？哇，铜钱爷，够我打一壶酒了。这是什么？毛茸茸的，还挺有弹性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一个鲤鱼打挺，化身窜天猴，在林间飞奔。那武松追得我满山跑。大虫，拿命来！把虎皮剥了，给我兄长做个袍子，肯定特威风。兄台且慢，您若是放了我，我可以给你兄长100件名贵的袍子，镶金镶钻，你随便挑。说话了，成精了。我不是妖精，我是白虎星君，特来助你。可白虎星不是灾星吗？休要骗我！你这都是老黄历了，我已经被提拔成福星了，专门送富贵。兄台，是不是你？可是自小父母双亡，与那卖炊饼的兄长相依为命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他因家境贫寒，身材矮小，常被人瞧不起。你空有一身本事，却无力让他过上好日子，对是不对？你当真是来帮我的？如何证明？哼，我堂堂一个职业操盘手，创造了多少财富神话，还解决不了这点小麻烦。水浒传剧情在我脑中飞速闪过，有了，快活林，只要帮施恩夺回产业，第一桶金不就来了吗？武松这关不就过了吗？哦耶！那还不简单，跟我走。我们冲到蒋门神的客栈，我使了个眼色，武松心领神会，我当即往地上一躺，口吐白沫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你这鸟人，你家养的大虫差点把爷爷我吃了，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哪落来的贼人干到这撒野？还有这什么大虫？你怎么知道是我家的？难道是他亲口告诉你的？就是他派我去的，他还说咬死武松给我鸡腿。我操，活久见！老虎说话了，我打，打得好，活该。恩公啊，你们可算帮我报仇啊！您是我的大恩人呀。啥恩人？恩公啊，你们不知道啊，可这快活林本是我的产业，被蒋门神霸占了去，我每次来讨要都被揍掉半条命啊。我只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而已。之前还不理解虎兄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些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是谢礼，请恩公务必收下。使不得，看来跟着虎兄真的能发财。这点小钱就想糊弄我吗？你这跟蒋门神有什么区别？啥？我给还不成吗？你这土匪，我要散伙。如果我说我能让大家分分钟赚1万两银子，切，士可杀不可辱。10万两，真的。一天后，我立马接手运营，挂出一律7折的牌子，客人蜂拥而至。对面几家客栈老板一看，急了。客栈老板 A 挂出7折送2两酒的牌子，得意笑。老虎冷笑，将牌子换成5折，花生米管够。快活林人满为患，对面客栈空无一人。客栈老板 A 和 B 看着自家空店，抱头痛哭，不到7天就把他们卷死了，哭着来找我收购。还能这么玩？高，实在是高。别急，大招还在后面呢。我将所有客栈打造成虎哥牌连锁酒店，雇佣那些老板经营分店，给他们更好的待遇。他们做事也很卖力，甚至亲自门口迎宾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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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么贵，有人住吗？黑店啊，去抢吧！还能咋办？总不能睡大街吧？天啊，短短几天我们就成了行业巨头，这赚钱速度简直比摇钱树还快呢！虎兄，你不是福星，是财神啊！哥，嫂子，这是我挣的，随便花。从此，武家成为清河县的首富，连西门庆都来巴结他。武家从此扬眉吐气，这些老娘我全包了。连潘金莲也天天开启买模式，尽情享受当富太太的快乐，家庭甚是美满和谐。虎兄，多亏了你，请收我一拜，求你收我做小弟，我要跟着你混。丁，恭喜宿主阶段任务完成，积分加100，新任务开启，前往二龙山解决饥荒并收服鲁智深、杨志。二龙山，我正好需要一个根据地，鲁智深和杨志这俩憨憨还是当保镖的不二人选。走，去二龙山。到达二龙山，眼前一片破败，原来他们前不久才被官兵围剿，山上都快揭不开锅了。太好了，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这时候送上钱和粮食，还怕他们不乖乖听话，正是我抄底收编的最佳时机。杨志和鲁智深给我出来！打老虎！我和我兄弟前来投奔，还不出来迎接？哪里来的畜生，敢叫爷爷的名字？我就听说山下出了个会说话的大虫，没想到今天跑我这里来了。
这是你们的福气。我看你不是来投奔，而是官兵派来的奸细吧？杨兄说那么多干嘛？直接拍死他，给兄弟们下酒。阿哥，我来了，见面礼到了。好多钱，好多肉，还送什么送？人家不稀罕，我们走。不要，陆兄，我们要不假意把他们留下来，先得了东西之后，再想办法把他们赶走。这个办法很好。虎兄，请留步，我们有话要说。老虎傲娇的枕着头，爱答不理。哼哼哼，我们去投靠梁山，不跟你们玩了。这下鲁智深和杨志一下就急，赶紧对我们好言相劝，把我们留下来了。二龙山兄弟终于吃了顿好，解了几天的饥饿之苦。我必须尽快让这个穷地方富起来，才能有话语权。于是我们决定先开发资源。对，就是这里。你们果然是奸细。可恶！你们不仅偷画了我们的地图，还给官兵挖地道。要不是我们偷偷派人监视你们，还真着了你们的道。各位别误会，我们只是找铁矿，想帮大家发财啊。满口胡言，来人，杀了他！众好汉上来打两人，武松奋力对抗，把前面几个冲过来的人打得落花流水。光跟他们解释是没用的，只能另辟蹊径解决。你们这些蠢货，兄弟跟着你们就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兄弟跟着你们吃苦受累，被官兵欺负就不说了，现在都快饿死了，你们配当二龙山的首领吗？我愁得睡不着，想要兄弟们过好日子，这才出来找找有没有活命发财的法子。好不容易发现了铁矿，却被你们这些蠢货当成奸细。二龙山唯一的生机都被你们毁了。在我一番表演之下，杨志和鲁智深可算被我镇住了。于是鲁智深抡起禅杖，用力砸向旁边的岩壁。这是上好的铁矿石啊！哦，洒家真砸出宝贝来了。这个铁矿石不仅能提供我们所有兵器原材料，还能保证你们10年吃喝不愁。鲁智深和杨志震惊。10年？没错，但你们别高兴得太早。你们挖出了铁矿，怎么卖？卖给谁？杨志和鲁智深大惊。对呀，盐铁经营都在官府手里，没有官府矿业，根本没人敢买，更别提卖方是土匪了。这个我能搞定，但是有条件，我要当二龙山第3把手，我兄弟武松当第4把手，而铁矿如何开发也由我来决定。众人一惊，什么？他们叽里呱啦商量了一通，最终抵挡不住利益诱惑，同意了。我终于开始大展拳脚，开始我的搞钱事业了。武松，你带几个人下山去，把离我们山头近的矿都给承包租赁了。钱没挣到，还一个劲往外花，让兄弟们和西北风去啊！是呀，没事买什么矿呀？我们不是有矿吗？你们少掺和，到时候只管数银子就行。这边的矿在夜晚运下山，另外的铁矿留着我另有妙用。把铁矿都混进去。我堂堂二龙山，半夜跟做贼一样，还搞成这副熊样。于是我们的铁矿成功洗白，直接卖给了民间铁匠铺、造船厂等地方。另一部分卖给官府打造军备物资，民间官府两头吃，那钱不得像黄河之水滚滚而来？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咦，真是没见识，这么点钱就高兴成这样。作为职业操盘手，这些还都是开胃菜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动作快点，我们必须在7天内建成。又在瞎折腾什么？我们不是已经能赚钱了吗？我利用现代物理和化学知识，增加了兵器的硬度和杀伤力，甚至把古代那些名人兵器造了出来，比如吕布方天画戟、二郎神3尖2刃刀、李元霸擂鼓瓮金锤、罗成的亮银枪。卢兄武技好胜霸道，不知在哪里得的。你们不知道吧？俺家这兵器都是自家造的，本来都是自己用的，但谁叫我与各位交情好，勉为其难也卖与各位兄弟吧。但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梁山定擂鼓瓮金锤30把，方天画戟100支，清风山定亮银枪100支。哇哦！全都是钱啊！发了！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，按现在的运输线容易被朝廷拿捏，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物流模式，亦能躲避官兵追查，还有就是保证时效。于是我亲自带队勘测地形，经过反复研究，打通了一条秘密物流网。好汉们在隐蔽处搭建驿站，一群骏马被引入山寨，驮着货物的马队在隐秘小路上疾驰。这下从生产到销售到物流全线打通，终于可以躺着赚钱了。我们这日子比皇帝还过得舒坦。三弟，多亏了你，我兄弟才能过上好日子。你是我们兄弟的恩人啊，我敬你一杯。山下来了好多其他山头的人要投靠我们，其中追风剑张草、大力金刚李二郎都是有名号的人物啊，赶快迎进来。
好酒好肉招待。不可，这些人良莠不齐，我们不知根知底，随意收留可能会出岔子。虎兄，你多虑了，江湖儿女讲究的就是个义气，人家来投奔是看得起咱，哪能往外推？不能收留。笑话，人家投靠都不收留，别人还以为我们开不起饭呢。虎兄，你现在只是三把手，得听我们的，把他们都迎进来，大家创意一番。这些人得意忘形了，没救了。开了这个头，更多山头的人来投奔二龙山，杨志他们统统收下。没想到还没1个月就出事了。兄弟们吃瓜喝，我们二龙山有的是钱。不，我们被围攻了，不是，是被几个山头的人说我们抢了他们的人，挖了他们的墙角。他们留不住人，怎么能怪我们？找试试吧。兄弟们走，我们去会会他们。可大哥，他们的人可是我们的3倍呀！要不我们还是去请虎兄帮忙？不可，我还要不要面子？反正我们易守难攻，耗死他们。大哥，不好了，那些新来的人里出了叛徒，你都被泄露，官兵啊不是那帮人快打进来了。啥？完了！三弟，救我！三弟，救救我们呀！再晚就来不及了。现在知道错了，之前你们怎么说的来着？我们错了，三弟，二龙山800多号兄弟呢，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呀！只要能救我们，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呀！起来吧，这次就当给你一个教训。这些人表面上是因为我们挖墙脚，其实只是以此为借口，占领二龙山，瓜分我们的产业。现在所有人听我命令。是。我接手了烂摊子，立马紧急部署。现在所有人听我命令，武松带老兄弟守住铁场，那是我们的命根子。其他人把库房的银子和兵器给我抬到校场来。是。然后我再召集所有新来的人，摆出几箱白花花的银子和几箱兵器。兄弟们，二龙山遭此大难，我绝不连累大家。快抢先走吧！这帮累赘，愿意共患难的拿兵器，想求富贵的拿100两银子，我绝不为难。果然，听我说完，他们一拥而上，白银抢个精光，头也不会下山去。白眼狼，忘恩负义的家伙！可还是有些人留了下来，这让我倍感欣慰。这些才是我真正需要的员工，忠诚能抗事。重情重义，好兄弟，我们果然有眼光。你们放心，我以我生命起誓，绝不会让你们后悔。接着让人给知府大人送密信，告诉让各大山头首领正式围攻二龙山，现在正是他将土匪一网打尽的时候，请他速速派兵过来。该我上场表演了。攻啊，再攻啊！大虫，我是二龙山的3当家，我是来谈判的，叫你们的首领给我出来，要不然后果自负。哈哈哈，谈判谈什么？马上你们的山头都是我们的了。好大的口气！二龙山的产业网络是我一手搭建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所有工房即刻停产，销售渠道全部切断，账本付之一炬。我保证你们踏平山头，也只能得到一堆破铜烂铁。这可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你们几个山头分我们那点产业，也分不了多少钱。像是的。其实呢，我能理解各位山头的难处，我们何不搞个合作共赢呢？这个共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帮你们搞产业赚大钱，大家也能跟我们一样舒舒服服过日子。你有这么好心？当然没这么好心，你们的利润要给我们分成，分成也不多，4成不过分吧？老虎眼神发出凶光。还有签署协议，以后不得与我们为敌，一旦二龙山有难，必须帮助。那我们不同意呢？那你们就等着被团灭吧。不好了，前方树林出现了官兵的身影。不好了，后方也出现了官兵身影。各山头的好汉们震惊，我们被官兵包围了。好汉们的兵器们掉落在地，还请虎大哥救我们一命。你们现在都给我躲起来，看我发挥。武松，把银子给我抬出来。没多久，县令就带着官兵急匆匆赶来了。但他们看到眼前的场景时，顿时傻眼。什么？县官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，小人在这里给你作揖了。哎呀，虎妖！县令大人误会了，小人不是虎妖，小人是天上的白虎星君，因为看人间匪患严重，特意来人间带领他们弃恶扬善，改过自新。此话当真？小人若是说谎，必遭天打雷劈。大人，没准是真的，毕竟能作揖的老虎，能说人话的老虎，从没有见过。那封信也是你写的？自从上次我们山头被您带兵围剿，我们二龙山那日子可苦了。那时我就知道，跟您作对是自寻死路。
所以写了那封密信，把您和各位官兵大人引过来，表明下我们弃恶向善的决心。以后我们二龙山就种地开垦，做点小生意，绝不再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。听说我们县有地方遭了洪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这些银子是我们二龙山最后的家底，尽数献给朝廷赈灾。高俅大人的寿辰正好没钱送礼呢。这些银子是给各位官兵大人舟车劳顿过来的路费，还请各位大人笑纳。我的乖乖，这分下来每人不得50两银子啊！娶媳妇的钱可算有着落啦。到时候我给高俅大人送个大礼，那我必定前途大好啊！那本官就不客气收下了。情况怎么样了？什么？这老虎太厉害了，居然连高高在上的县官都拜倒在他之下。是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呢？大人，大虫，本官看到你们改过自新的决心了，以后乖乖交粮纳税，本官也就不追究你们过去的事了。大人英明，大人英明，祝大人高升，前途似锦。走，大刀回府。就这样，我成功解决危机，还和县官搭上了关系。现在是时候整合资源，搞点更大的。您可太厉害了！这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。您还花了那么多银子替我们摆平这件事，还真是仁义呀！你想多了，我这叫天使投资，这些钱都是记在你们的账上的，到时候可要还我们的。除了这些银两，还有你们围攻造成的工事修缮、兵器损耗、弟兄们的汤药费和精神损失费，也要由你们承担。有意见没？那行，你们先回各自山头，明天来找我。就这样，我解决了二龙山的危机，回到了二龙山。经此一役，杨志和鲁智深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大哥，您请上座。大哥，您请。以后大家就跟着我混。恭喜宿主完成收服二龙山的任务，积分加100。现在请宿主兑现帮助清风山等山头发家致富的承诺。给我兑换周边山头资源地图。这清风山有红木林，好办；这黄门山有适合产灵芝等草药，也好办；这登云山靠海，下海挖珍珠，不错。可这白虎山啥资源也没有呀，人又是几个山头最多的，这可咋整呀？我记得他们自己开了10家赌场赚钱，所以他们山头才能养活那么多人。看来在带他们赚钱之前，得先给他们立规矩才行。今天招大家在这里聚会，是有重要的事宣布。肯定是想好了让我们发大财的方法。各位请看，写的啥呀？发财秘诀吗？各位，这是我们需要遵守的商业规则，请各位兄弟牢记在心：不可打家劫舍，不可杀人放火，不可开设赌坊青楼，不可背信弃义。俗话说，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其他都好说，不开赌坊，那我们兄弟吃什么？你养我们呀？我会给你找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。干什么能有开赌坊来得快？哼！我不会带兄弟们挣任何脏钱，如果你还想我帮你，就按我说的做。好一个不挣脏钱！胡爷，您清高，那咱们就看看是您的规矩行得通，还是我的赌坊活得久。撤退！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不管他，他自己会回来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发布给你们各山头的发展计划。这几个山头都有资源，与我的铁矿不同的是，这些资源不受朝廷管控，自然好做得多，所以能做出花样。老虎看着做出来的丑东西，无比生气。你们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丑的都能辟邪了！滚！于是我重金选手，终于有2人毛遂自荐。这2人的不仅技艺精妙，还能在我给予的设计上进行创新，我甚是满意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报告虎爷，我叫陆毅。报告虎爷，我叫韦登。哈哈哈哈！你们这名字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掌舵人。我又把现代的拍卖会照搬了过来，采取会员制，身份尊贵有背景的人才有资格进场竞拍。我出1万两，我出2万两。一时间，我的珠宝首饰成了身份的象征，也是宫廷贵妃公主的宠。多少贵妇人倾家荡产也要搞到一条。胡爷，你们二龙山倒是转麻了，我们山头还在河州呢。别急，马上就到你们了。而灵芝和红木也开始搭售，要买到一款限量版的珠宝，必须先买别的山头一定的红木和灵芝才能配货。我的配货策略大获成功，珠宝、灵芝、红木被一扫而空，各大山头赚得盆满钵满。真不愧是胡爷啊，我们山头赚得钱，可供我们10辈子花了。您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开玩笑，我大哥可是白虎星下凡拯救苍生的，他能帮助你们，是你们的福气。不用谢，但你们必须遵守我定下的规矩，要是违反，我绝不轻饶。进来吧。胡爷，你来干什么？胡爷，我已经关了全部赌坊，还请胡爷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宽恕小人这次吧。滚！别打扰我大哥清静。胡爷，救救我们！
不管我们山上80岁的老母和嗷嗷待哺的人会饿死呀。要我帮你们可以，把你们赌坊赚的黑心钱全部交给我，一个铜板也不能留。啊，这……哼，那不是钱，是你们的业障，不断了这脏根，我怎么给你种新的摇钱树？我给。五爷，只剩这些了。武松，把钱收起来。不知道大哥怎么想的，我们二龙山有钱啊，怎么还看得上白虎山这点小钱？再回去把我写的准则背熟了再来，每个白虎山的人我都要检查。啊，这人回到白虎山后，全山头的人开始日夜被准，一个个头晕眼花。这他娘比嘎人还累。行了，开始赚钱吧。太好了，一切听虎爷安排。你们白虎山没资源，但是你们有人，接下来你们就大力发展服务行业。很快，武校镖局就成立了，他们专门护送各山头的贵重物品，靠着二龙山联盟的威名和专业的服务，迅速在江湖上打响了名号。标行千里，万无一失。抓我！等他们在江湖上闯出名号，我再让他们开镖局学习，承担天下其他镖局的培训。优秀者还能直接加入镖局，直接就业。虎爷，我们将你如何带领我们管赌坊、开镖局为准则的光辉事迹，全都刻下来了，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。不错，很有精神。之后我白虎山以虎爷马首是瞻，我等山头也愿意加入虎爷麾下。哇，这些山头都加入我们了。感谢众人的抬爱，我做这些不是为了收服你们，而是想要帮助更多人的过上安定的生活。我不求你们对我忠心，只求到时候我与二龙山遇到危机，你们能够出手相助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虎爷放心，若他日你与二龙山有难，我们必定鼎力支持相助，生死不息。我在这里谢过各位兄弟了。大哥来了。虎爷这是要干啥？开箱子出来干嘛？俗话说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现在青州遭逢洪水和饥荒，那里的老百姓只能啃树皮吃野菜。我现在要前去赈灾，不知道兄弟们是否愿意同往？我们也去。夫爷人呀，我之前就是因为村里遭受旱灾，实在活不下去了，才落草为寇嘞。这是之前白虎山上交的钱财，我再增添了2万两白银。白虎山出1万两，清风山出2万两，桃花山出3万两。大家都是好样的。承对山头头领的诺言，积分加100，现请完成新任务，帮助灾民重建家园。正合我意。其实我参与赈灾，一方面真的是为了救济百姓，另一方面其实是让那些曾经刀口舔血的汉子再次感受到人间温情，净化他们身上的杀气。没有你们老婆子早就饿死了。大娘，你让我想起了我死去的娘。叔叔，我娘说你们是好人。你也是个乖孩子。叔叔，你能帮我们重建学堂吗？我想上学。会的，叔叔答应你。太好了，兄弟们，发完这波就回来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。夫爷肯定给我们更多赈灾物资。之后我们不发吃的了，我们给他们贷款。啥？借贷？直接给他们发银子，不是更方便吗？对呀，直接用银子给他们建学堂建房子，不是来得更快吗？蠢货，你们发点救济食物还好，但发银子和直接建房子，那直接触犯了官府得大忌。这叫越俎代庖，就算我们没有一心，也会被官府朝廷当成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而且直接给他们钱，每人分得了多少钱用完了呢？他们怎么办？你们以为直接给他们钱就是对他们好，对他们尊重吗？其实不过是把他们当做可怜的乞丐而已。他们除了活下去，更想要靠着自己的双手活下去，活得有尊严。虎爷高明，给他们钱和食物只能解决当下，解决不了未来。道理我都懂，可我们怎么知道钱会不会被人暗中私吞嘞？这些钱都是我们血汗钱，不能白白为别人做了嫁衣。你想干什么？好问题，之后账目就由你来管了，可要管好哟，我们会查账的，少了1分1厘都找你。早知道我不乱说了。各位，我们聚义钱庄为了帮助大家重建家园，开设贷款，采取免息和低息业务。半年内还清的免息，1年内还清的只是1%的利息。我们还可以进行分期支付，24期免息。另外建设公共项目，比如义庄或者学堂这种，一律免息。免息、分期，还有那么低的利息，简直是白借啊！我要借50两，我要借100两，我要借200两。太好了，我能重建我的房子，不用带着家人背井离乡去乞讨了。我的包子铺能重新开张了，我的家人有救了。这个钱庄的老板真是仁义啊！
我要回去给他们烧高香。这个山头是几个山头搞的，他们首领叫虎爷对吧？据说是白虎星下凡专门锄强扶弱呢，连山上那些草寇都跟着他变好了。要让我的子孙后代时刻记住他的名字，我要跟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说他的一句。这才是我来做这件事的真正目的。这件事提升我们几个山头的民间形象，尤其记住了虎爷我的大名。哼，那个宋江撒点碎银子被称为及时雨吗？那虎爷我直接给他来个及时暴雨，看谁更得人心，谁的雨更猛烈。恭喜宿主完成赈灾任务，积分加100，现有积分400分，可打开商城页面，用积分兑换商品，也可自定义商品，但这类积分花费较多。居然有商城，但我用不着，留着呗。哥哥，那个二龙山的畜生最近正得意的很厉害，还把您及时雨的威风都压下去了。这虎鲸有点本事，最近已经听山上不少兄弟在说这件事，但他做这件事给我感觉是冲着大哥您来的。让俺下山一斧头劈了就是。不用，让我略施小计，便可叫他焦头烂额。走，吴松，这里已经运转得很顺利了，我们回二龙山吧。虎爷，不好了！青州钱庄有15个家灾民捐了15000两银子，人间蒸发了。什么？大额借贷不是必须我最终审核吗？他们伪造了村长的保书，分3天，分15批借的，我们被钻了空子啊！虎爷，紧急军情，全国30家分号同时遭遇此事，总计损失超过30万两。几十万两，这是有预谋的。哼，想掏空我的家底，那得看你有没有那么好的牙。把这个钱庄3天前借了1000两的人的画像都给我。虎爷，是这几张？什么？还有这手？只因古代没有摄像头，所以我专门留了一手，在每个钱庄隐蔽处都安排了这么一个画师，专门把借了100以上人的肖像画出来。去，把人筛选出来，在我们的商业网络里秘密通缉，让杨志去负责这件事。于是，一场秘密大搜捕开始了。饶命啊！我们错了。爷，都抓到了，还剩一个抓不到，就是这个人。金毛犬段景柱，梁山108将里排最末的那个。我心中狂喜，正愁没个合适的借口去梁山摸摸底，这下可好，人赃并获，兴师问罪，简直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兄弟们，备上厚礼，咱们去梁山拜山门。哥哥，那虎鲸不会知道是我们做的吧？不会，毕竟他们贷款的人那么多，他们的人又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怎么记得那些人长相？而且就算知道长相了，知道那些人是我们的。大哥，不好了，那虎鲸在山下叫嚣，说要上山来说理。说理？被他发现了。这虎鲸还真把人找出来了，看来不能小看。还说不让他上来，他就到处宣扬我们梁山这次做的好事。让他上山，我们要让他有来无回。这虎鲸得专门的人来收，快去请公孙贤弟。此时，公孙胜正在闭眼打坐，突然他眼睛一睁，周围的灯火无风自灭，他预感到不好。公孙胜立马掐指一算，发现天命出了变数，顿时一惊。虎鲸，难道所谓的变数就是他？怎么可能？这货不过是招摇撞骗，怎么可能有如此大的法力？我这就去会会那只大猫。绝对不可能！我倒是要看看这大成有什么能耐。见过各位兄弟，之前本来打算帮助完那些灾民，就来拜会哥哥的，结果您亲自派人来请了。混账！什么时候请过你了？您不是叫你们兄弟金毛犬到钱庄去请的吗？要不然我怎么有机会来这里呢？金毛犬的朋友们可都签字画押，供出主旨了呢。我还找了几个山头做了见证，并无任何的掺假。去死！谁敢？哼！堂堂梁山就是这么待客的吗？不怕说出去让人笑话。退下！你想要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加入梁山而已。千算万算，没想到他是这个目的。这个畜生一定有什么诡计。哪里的四脚蠢猫，竟然敢来梁山泊猖狂！公孙兄弟来了。我打量了一下公孙胜，仙风道骨，果然是喜好学之。这种人，金钱武力都难以收服，必须对他实行定制化忽悠。等等，系统大哥来了。请宿主收服公孙胜，并且成功加入梁山。果然有先见之明，这单生意我接了，而且我还要做第4把交椅。抱歉，公孙兄，我觉得梁山第4把交椅还是我做更合适。哼，凭你？就凭我。听说你能撒豆成兵，呼风唤雨。巧了，本星君也会那么1、2手，敢不敢比一场，看谁的法术更厉害？服了。输了的人乖乖让位。什么？这虎鲸竟敢如此挑衅公孙兄弟？
如果我赢了，你就乖乖把位置让给我。哼，你就比。我们把场地放到了梁山坡山下，引来很多附近的村民围观。我出这招，请问阁下如何应对？是公孙哥哥的拿手绝活。别过来！哈哈哈，就这还白虎星呢，真是丢死人了。看来这厮只是虚张声势而已，不足为惧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这公孙胜果然厉害，大哥还是投降吧，保命要紧啊！大哥，快跑啊！士兵追来了。你们看好了，大哥要发招啊！钱，要钱就给我上去打！居然用这种卑鄙手段！怎么，只准你撒豆成兵，不准我撒币成兵？这是什么道理？哼，歪门邪道，这次定叫你形神俱灭！雷电招来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直接召唤雷电，这是神仙才能做到的事情啊！看我不直接劈死你！公孙兄弟好生厉害，此畜生必死！眼看雷电就要耗劈了，忽然想起我还可以使用系统商城的自定义模式，简直天助我也！就在雷电劈下来刹那，我身边突然出现四只，将我水淹了，而雷电也瞬间消失，连黑夜瞬间也变回了盘子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电呢？我的雷电呢？对呀，哪里去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还能去哪里？当然是被我宝贝吸收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妖怪？宝贝们，上冲啊！好强的威力！公孙胜怎么样？服不服？你这些都是妖法，是我最后一招。真是榆木疙瘩。三昧真火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三昧真火？这可是连孙悟空都怕的东西。此书不归我物管，要管给钱。这不是神仙才能使出的法术吗？这个法术我还没完全掌握，但是为了梁山的脸面，我不能说，所以我消耗我的寿命来使出。我不信这次他还能跑得了。糟了，大哥，危险！哎呀，哥干脆投降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面对对方的三昧真火，我灵机一动，直接从系统拿出了绝杀武器。宿主积分减30。小意思。不会吧？我的三昧真火就这么，这可是我修炼了10年才修炼出来的绝技啊！完了，我的修炼简直就是个笑话！苍天啊，你为何如此辜负我？面对公孙胜的暴走，我立马准备发招，但我积分只够购买特效场面，没办法只能上。斗转星移，我的天！神技，这是神技啊！这可是我道家的最高境界啊！系统，快，再给我加个白虎特效，要最炫的那种。您的余额已不足，请及时充值。刚刚发生什么了？天啊，他果然是我整个天下的变数啊！您果真就是白虎星下凡啊！之前都有冒犯，还请大仙恕罪啊！公孙兄解开误会就好。求白虎星君收我为徒吧，就算让我跟您做牛做马也行啊！其实真正的修炼不需要拜师，真正需要的就是一颗为天下百姓造福的大道仁义之心。不愧是白虎星君，我果然找对了人。起来，别影响我干正事。师傅，我知道这件事交给我。哥哥，如您所见，我被打败了，我自愿让出第4把交椅，由我师傅白虎星君担任。你说让就让？你把梁山当什么地方？绝对不能让他进来，否则梁山肯定不得安宁。宋军有什么顾虑吗？可以跟我说说。我们兄弟每个人的排名都是功劳建立的，你随便冒出来就要我们第4把交椅，凭什么？凭我聪明的头脑，会让你们梁山有源源不断的财富，天天吃香喝辣过快活日子。凭我二龙山山头的成百上千的弟兄，是梁山坚实的后盾。此虎心机深沉，野心勃勃，若让他上山，我这梁山之主的位置，哼，笑话！我堂堂梁山没了你还活不了不成？各位，白虎星君与公孙胜约定进行这场比试，谁赢了就做梁山第4把交椅。当时宋首领和其他人没有提出异议，现在我比赢了，他们提出异议。你们说，这梁山连这点信用都不讲，还说什么替天行道？这时，我在人群中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书上记着什么，我立马将那人从人群里拉了出来。你叫什么？在干什么？我叫狮子，是个写画本的。我觉得这事好玩，想写进我的画本了。我是老虎，你是狮子，有趣，没准儿你将来能名垂青史，写出一本旷世奇书来呢。狮子，施耐庵，我靠，原来《水浒传》是这么来的。好想，你把今天这事写下来，越狗血越好。我帮你印刷推广到全国，还会给你花不完的银子，帮你娶个贤惠温柔的漂亮老婆。谢谢金主爸爸。今天在场所有人都去把这事给我到处说，钱嘛，我有的是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说呢？让大宋子民都见识下你们梁山好汉的嘴脸。
尤其是你及时雨宋江。哥哥，先把他骗上山，再想办法把他杀掉。只能这样了。行，梁山重的是忠义，讲的是规矩。你要上山可以，但必须拿一份足以让全山兄弟心服口服的投名状。至于是什么啊，我们回山再慢慢详谈。没问题，我们也要去。大哥去哪里，我们就去哪里。就这样，我和武松、鲁智深顺利上了梁山。恭喜宿主完成收服公孙胜，加入梁山的任务，积分加100。就这样，我算是顺利加入了梁山。可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小喽啰却只给我们送来了咸菜黑馒头，这让我惊讶不已。梁山这么穷的吗？你们平时都是吃这个吗？这些都是给没有排名的兄弟吃的，有排名的都是大鱼大肉。这管理太差了，员工早晚得跑。不久，宋江派人来请我，说已经想好了投名状。我来到饭厅，那里的人都盯着我，嘴角带着暗笑。我知道这次绝对不是什么善。虎兄，山下有个祝家庄，联合李家庄、扈家庄，是地方一霸，仗着人多粮足，屡次挑衅我梁山，甚是猖狂。你下山去削弱他们，好好教训下他们吧。放眼整个梁山这件事，整个梁山也只有您能做到。哼，这两人一唱一和，分明就是想让我去送死。这3大庄简直就是独立王国，有数千私兵，还有数不清的佃农。叫我去，就算不弄死我，不会让我脱层皮。但没办法，只能先答应下来。行，但是这是你的投名状，你不可带你的兄弟武松和鲁智深。公孙胜，我已经安排他去做其他事了。这宋江果然奸诈，我的亲信一个也不能带。但是我们梁山也不是这么不讲道理的人，你回2龙山找人也来不及了，所以你可以带山上其他兄弟去。至于他们去不去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这摆明就是刁难我嘛！没办法，我只好去门外召集人手，但连小喽啰都离我远远的，跟躲瘟似的，更何况那些有排名的人了。连最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，谈什么忠诚？宋江不懂管理学，我来教他。有了，请让我负责明天中午的全山上下所有人的午饭。这畜生不想着找人，而要当伙夫，傻吧？行，那就麻烦你了，我就看看你到底要搞什么鬼。当天我就用积分在系统兑换了火锅食材和用具，肥牛毛肚、鹌鹑蛋、蒜末、蚝油、香油，应有尽有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那畜生怎么还不把好酒好肉摆上来？宋头领，你快出去看看。宋江和众人急忙跑出去。太香了，真香！要是给我能尝一口就好了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各位兄弟，我初来乍到，还没有兄弟们熟识，便有要事下山，为表示歉意，便做了我家乡的美食与各位兄弟品尝，请各位兄弟不要客气。这畜生竟敢公然笼络人心！宋头领，您来啦，快请坐，正准备去请您和各位兄弟呢。您这边坐，我再去抱点柴火来。搞了半天，让我们喝汤。大哥，这汤这么红，当心他在汤里下毒。我先试试。有毒。他奶奶的，让俺砍了这厮，我看谁敢！看到这一幕，我忍不住想笑。我故意不告诉他们吃，就是为了让他们丢脸。果然正中我的下怀。哎呀，花统领，你也太心急了吧？咋直接喝了呢？是这么吃的，看吧，没毒，这种是辣味，辣是我们家乡特殊的香料。为了故意整他们，故意给他们这桌搞得重辣，就算不被辣死，菊花估计也得受好几天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接下来大家愉快吃起来，大家被辣得面红耳赤，舌头红肿，但却越吃越兴奋，越吃越喜欢。果然，辣能让人成瘾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过来一起吃，在我这儿吃饭不分尊卑。呜，虎爷仁义啊！甭客气，甭客气。这老虎居然想收买这些没用的小喽啰，笑笑，这些人不过是凑人数，有什么用？最讨厌吃豆腐了，但被这个汤煮了之后，简直成了人间美味。那当然，火锅可是连煮皮鞋都好吃的豆腐，算什么？那我可以煮猪肘吗？当然可以，但猪肘我还有更好吃的做法。主板这么一打压，听我报菜名：第一道红烧酱肘香透骨，冰旁老抽熬浓卤，色泽红亮，赛宝珠软糯脱骨不沾手，咸香回甘润咽喉。还有呢，还有糟卤醉酒肘、酱焖虎皮肘、葱烧卤把肘。我虽然想让各位兄弟饱口福，但我马上要下山去取投名状了。这次公明哥哥为了考验我，我只能只身前去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命回来。如果这次我回不来了，只有下辈子再与各位兄弟做些好吃的了。虎哥，我跟你去。我也跟你去。没想到有排名的古上早时迁也要跟我去，意外收获，这个对我应该用处不小。算了，各位兄弟此去危险，怎可连累兄弟你们呢？兄弟如此重情重义，我等怎能坐视旁观？我一定要跟你去。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。第二天，我带着那几个人下山了，但下山之后，
我没有去祝家庄杀人，而是去他们附近吃喝，这让大家很不解。虎爷，我们不是去干架吗？在这浪费时间干嘛？我还等着回去吃酱肘子呢。急什么？听我的，这比干架有意思多了。你们每人先去给我开一家粮店，位置我都选好了。这个时候开什么店啊？我知道宋江本意是让我去血拼，但我没那么傻，要搞垮三大庄，何必动刀动枪？我直接断了他的财路，让他养不起那么多人，不比血拼来的更有用吗？三大庄看起来挺唬人，说多了也就那么几个产业，我直接精准打击，从他最大的粮食产业开始，看我不把你打得落花流水。新店开业，买大米可参加抽奖，最高抽100两奖金，人人可抽奖。这也太划算了吧！最小的奖都有1两呢。对呀，这相当于白送了吧？我家里不缺粮都要买点，就为了抽奖。给我来10斤大米，给我3斤小麦粉。就这样搞了1个月，我每天都有不同形式的抽奖。那些人的心理惯性，就算我抽很小的奖，他们也会兴冲冲跑。就这样，三大庄的生意都被我抢。三大庄粮食卖不出去，再加上最近连日暴雨，他们的米接连发霉，所以三大庄的人的当家聚在一起商讨。老爷，这3个月我们的粮铺净亏损5万两，如果再这么亏损下去，我们就要倒闭了。都是那个虎威粮行，哪家故意针对我们？要不怎么就开在我们隔壁？而且价格也是处处针对我们来设置。竟敢在我地盘这么猖狂，不来跟我火拼，跑来搞我的粮铺，不想活了！主人，您别生气，小的有个计，准保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什么计策？我们找人趁他们晚上睡着了，去给他们粮食里下毒，让他们吃官司。不错，就这么办。虎爷果然高明，早就安排我来偷听，要不然我们可要吃大亏了。等着瞧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爷爷等你多时了。好汉饶命啊！不用怕，我只是想让你帮我们一个忙，把这瓶药投到祝家粮铺的米里而已。我被发现会被打死的。你觉得现在谁能先打死你？我去，我这就去。瓶子里的不过是泻药而已，最多拉拉肚子，毕竟吃的人无辜，我不能下太狠的手。老虎的虎威粮行大门紧闭，门上贴着东主有喜，歇业1日的告示，而原本冷清的祝家粮行门前却排起了陈影。哎呀，主人，你看我们生意太火爆了，他家怎么关店了？我找人打听了，说是大虫和他手下突发疾病，看来那个毒米被他们自己人吃到了，哈哈，活该。他们得意的太早，却不知道好戏还在后头。哼，我家人吃了你的米，全部上吐下泻。你家的米肯定有问题。怎么可能？有人往里掺了东西，不是我们给他家下毒吗？咋我家的出问题了？哎，诸位乡邻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怎么围在祝老板店前？莫非是贵店生意太好，忙不过来了？是你，就是你搞的鬼！我搞什么鬼了？您来评理呀！我家吃了他家的米，全家的人都中毒了。哎呀，你们不会把之前你们没变的米洗了之后又拿来卖吧？这玩意儿可不能吃呀！祝家米铺有人告你们用毒米谋财害命，请我们走一趟。好大的胆子，敢拉我去衙门，连你们县官都要对我礼让3分，何况你？祝老爷，小的也没这个胆子呀。可这次不是县官让您去，那是谁让我去？是知府大人让您去的。有人早就把这件事越级上报给知府了。这事不是才发生吗？怎么知府都知道了？哼，看来是我们这了某人的道了。这是小的一点心意，请您笑纳。哇，限量款！我早就先用奢侈品收买了知府夫人，知府夫人再帮我和知府牵线搭桥，这可是捞钱的好机会。那个知府怎么可能错过？他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我的靠山。这次祝家被官府上下趁这个机会狠狠盘剥了一把，官府也责令他给每户受害者进行赔偿，从此不得再买卖粮食。祝家最重要的产业就这样被我毁了。没多久，祝家庄就倒闭了。接着我开始对付李家庄。李家庄的支柱产业是家禽业，我立马找到了突破口。这批家禽长势很好，可以替我赚不少钱了。我派人到处宣扬，李家庄的鸡鸭都是吃祝家庄的毒米长大的，现在都成了毒鸡毒鸭，人吃了会浑身发痒，跳舞不止，太可怕了！滚！居然想卖我们毒鸡，快滚！没有，我们的鸡没有毒。这么多鸡，难道继续攻？李家庄很快鸡满为患，但我的后招还在后面。我早就让石谦偷偷往他们鸡场里塞了几只得了摇头晃脑病的病鸡。这是鸡瘟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各位，现在山庄的这个情况，实在供养不起如此多的人，只能求各位另谋生路了。三大庄关闭店铺，1半的兵丁被遣返。我下山的任务已经完美解决，但我真正目的是把整个三大庄纳入麾下。看着三大庄遣散私兵，
转让店铺的惨状，我知道火候到了，是时候让我的金牌代理人施恩出场了。各位兄台，我们一起开连锁店铺吧，我出全资并负责经营，先期占股80%，各位则占20%干股，等店铺盈利按比例分红。姓施的，你是来趁火打劫的吧？当我们冤大头啊！兄弟们息怒，听我说完。连锁店的原材料全从你们庄里进，你们既当供应商又当股东，卖的越多分的越多，这不比守着空庄子强？你吹得天花乱坠，你能斗得过山上那只大虫？到时候亏了，我们找谁哭去？各位放心，我已经想好了新的挣钱思路，而且我的人脉甚广，大虫奈何不了我。有这种好事，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低调行事，不可张扬。我们加入，但要给我们随时退出权。这扈三娘脑子灵光，很有商业大女主的感觉啊。OK， 这是什么？没见过。太香了吧！我自从吃了肯德基，腰不酸，腿不疼，一口气扛起10个人不在话下。各位乡亲，我们肯德基小店开业，顾名思义，人人都能吃得起。欢迎各位进店免费试吃品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太香了，焦香酥脆，我要10个，我要50个。在宋朝开肯德基，我真是天才！要不是这个时代没有土豆和番茄，我非得把薯条也搞上去不可。没想到平平无奇的鸡居然能做得如此美味，这施恩真有两下子，这有赚头啊！不行，我要增股，我也增。就这样，三大庄用所有资产入，把股份涨到了49%，哈哈，他们却不知已经逐渐掉进我的陷阱中了。事情出奇的顺利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接下来，我教施恩把三大庄的粮食做成方便面。大哥，您这东西好奇怪，有人买了，可别白白浪费了。放心吧，只会供不应求。泡面这东西，干吃脆，泡着香，还能囤着不坏，最适合前线那些没锅没灶的士兵。一做好，我立马赠送了前线士兵5000包，立刻成为军事物资，拿到了朝廷源源不断的订单。我的娘啊，这玩意儿比御厨做的还香！手要断了，我要再招100个工人，不，1000个。我们发了，施恩那小子是财神爷下凡啊！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哟，这么热闹，数钱呢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来人啊，杀了他！你们就是这么对自己的老板说话的吗？老板，没错，他才是我们的幕后老板，我只是代理人，也就是跑腿的。啊，上当了！又是你这只大虫在背后搞鬼！搞鬼！我让你们3个月赚的钱比过去3年都多，这叫搞鬼？还是说你们想回到连丝兵都养不起、店铺关门的日子？你想干什么？收服你们，让你们为我效力。那你能给我们什么？保你们一家老小的平安。你们不知道吧？梁山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，早晚得灭了你们。以他们的残忍程度，肯定鸡犬不留。我现在拥有2龙山几千人，还有白虎山、清风山等山头作为我的势力范围。只要你加入我们，你们一旦有事，我们必定帮助。那我们直接投靠梁山呢？那你们就去北山上那个矮脚鹰正缺个媳妇呢。还有，你们没有了财产，你觉得梁山会善待你们？对，梁山那批人凶残无比，尤其是那个李逵，真上去了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。要我们答应也可以，我们要经营炸鸡店和泡面店。就等你这句话了，这些产业都交给你负责。我话讲完，有意见吗？好好干，我相信你。现在产业刚起步，先稳住人心，把庄子里反对的声音压下去，更要提防梁山和官府眼红。有事立刻联系我。我会的。安排好事情，我又让他们写了一封认错书，再让他们把财产转移，制造没落凄惨的假象，就带着人回梁山去了。大哥，这是那三大庄的认错书，三大庄的产业都基本上被我搞死了，我还赚了不少银子回来。对呀，大哥，虎兄太厉害了，现在他们到处遣散兵丁，卖地转铺，已经元气大伤，不成气候了。这畜生，让他去杀人，他给我搞这一出，气死我了！本来是只肥羊，准备逮着机会就宰的，结果就这厮接着把羊搞死了。这下我能做第4把交椅了吧？做吧，爱你哟。你赚的那些钱呢？全给兄弟们买棉衣棉裤等御寒物了，还分别给他们家人寄了一些银两。大哥您也有，马上给您送来。你算什么东西，竟然擅自做主？你还不把宋哥哥放眼里？这天气冷得越发冷了，总不能让兄弟们连一件御寒的棉袄都没有吧？要罚就罚我吧。大当家的，请不要惩罚虎爷，我们不穿了。这畜生欺人太甚，我现在做什么都不对，正中这畜生下怀。好一招收买人心。兄弟们说笑了，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山上兄弟，我感激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怪罪呢？四当家辛苦了，来人，带四当家回去休息。谢大哥。我经过李逵身边，故意对他露出得胜者的笑容，就是为了激怒他，没想到他果然上当。这招文的畜生，今要俺宋江哥哥难堪。
白天哥哥心善，定会护他。等夜里，俺就去劈了这厮，给哥哥出气。畜生，去死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李逵杀人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哪里逃？今天我非替哥哥把你杀了不可！谁敢杀我大哥？拿命来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李逵兄弟，李逵兄弟，你醒醒！伤势严重，但还有救。大哥，你可要为李逵兄弟报仇啊！他最讲义气了。是谁？是谁杀了我的李逵兄弟？我要他偿命！大哥，我知道今天我白天得罪了您，没给您面子，擅自做主为兄弟们买了棉衣，可您也不应该为这件小事就要杀我呀！你不要信口雌黄。刚刚可是大家亲眼看到、亲眼听到的，你狡辩不了。要不是鲁智深和武松，我早死了。这个李逵啊，不仅害死了自己，还坑了我啊！没想到松头领是这样的人，虎兄好惨呀，差点没命了，隔水忍的了呀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除非你亲手杀了李逵。什么？你疯了！哥哥怎么可能杀了自家兄弟？如果宋头领袒护自家兄弟，徇私枉法，那我们还待在梁山干什么？对，我师父已经是梁山之人，出这种事，大哥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这狐妖实在狡猾，竟然让公明哥哥陷入如此两难的境地。为今之计，只有牺牲掉李逵兄弟了。吴用给朱仝使了一个眼色。李逵这畜生，竟敢在山寨里杀人！我替山寨除了他。李逵兄弟，好了，李逵已经死了，大家散了吧。不能因为这件事伤了大家和气。这件事不仅除掉了穷凶恶极的李逵，还让众好汉看清了宋江的为人，更让他的心腹对他无法保护自家兄弟的人失望。威信大师真是一箭三雕。之后，我趁机拉拢一些中间派。梁山的小喽啰经过之前的操作，已经站到我这边，成了我的眼线，时刻为我打探情报。但要拉拢有排名的人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我还需要拉拢一些更有权威的人，而林冲正是我的首。夫人，今日是你的忌日。恕为父无能，无法直接到你墓前祭拜。夫人啊，早知道我就不该去攀附那高俅老贼，跟夫人归隐山林，当个乡野村夫该多好。林教头，武兄，什么事？我知道您思念夫人，所以我这次下山，我特意到您夫人坟上祭拜了一下，这是您夫人坟头的一点土，特意给您带来解相思之苦。虎兄大义，林冲铭记于心。林教头重情重义，我才敢以诚相待。我有疑问，日夜煎熬，我等梁山聚义，所求为何？若只为杀人越货，与那害死尊夫人的高俅之流，在天下人眼中又有何分别？我想给兄弟们找一条不光明的活路，一条能抬起头做人的路。但这路难走，需要真正的英雄相助。林教头，可愿助我？我只想在这梁山过安生日子，但若事关大义，我林冲义不容辞。虎兄，告辞。林冲这个闷葫芦算是搞定一半了。接下来，我在梁山开启了第一波致富计划。原著里，宋江能骗着那群穷苦弟兄答应招安，不就是因为梁山没钱吗？我先把钱的问题解决，看他还怎么拿穷当借口。我在梁山搞钱的第一步，就是发挥水泊优势。阮氏兄弟、张顺兄弟，他们负责水产养殖，鱼虾蟹卖到脱销。另外，养殖个头大的大鳌虾和大闸蟹，卖给酒楼作为高端菜肴。只要买就赠送36种烹饪秘籍。又逮了条大的，老板太好吃了，再来一盘酸香的。之后，我再派人去把洪湖的粉藕引种到了梁山坡，老百姓抢着购买。在此基础上，我又开发了藕粉等零食业务。哎呀，这藕可好吃啊，炖出来的汤粉红粉红的，藕也粉糯极了。是呀，前几天我都没抢到呢，这次我老早就来了。有了钱，我又开了医馆和学堂，梁山的口碑开始翻转。这个安大夫的医术可好了，我爹几十年的肺病都被他看好了。刚开始知道是梁山那些人开的医馆还不敢来，实在没办法就来试试，没想吃了几副药我的病就好了。接下来又让圣手书生和金大坚搞教育，开始教周围的小孩读书认字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看来虎兄做的实乃大义之事。现在是时候解决兄弟们最大的后顾之忧，也是拉拢林冲的关键一步。那你找我做什么？林教头，不急，马上就是你了。我给林冲开了个保险公司。保险？这是做什么的？不知道。这畜生要搞什么鬼？大哥放心，这名字一听就不靠谱，肯定得把裤子都亏掉。我们只管看笑话就好。各位乡亲，我们教头保险正式开张，只需要交500个铜板。在1年内，你家里出现的任何损失，不管是失火被盗还是生病遭灾，我们都核实后进行赔偿。居然还有行业？那你们收了钱跑掉怎么办？放心，整个业务有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教头亲自坐镇担保。我梁山金字招牌和林教头的名声，难道不值500个铜板？那还不错，500个铜板也不贵，可以试试。
整个保险业务由我们林教头负责。我们每笔保单都会进行核实，一旦发现造假或者骗保，我绝不放过。林教头可惹不起啊，没准还能保护我们呢。那我摇头，买个心安。我要买，我要买。很快，保险又开到整个山东省。迫于林冲和梁山威名，其他土匪流氓也不敢走出来。那些百姓不只是冒了风险，还得到了保护。而我们的保险，就算是赔偿，也只是摔了跤、丢了鸡这种小额赔偿，花不了几个钱。很快我们就赚得巨额财富。天啊，我们比国库还有钱吧？敬胡爷，是胡爷让我们山头过上好日子。我没做什么，都是托了各位兄弟的福。我不仅得到了梁山兄弟的拥护，连那些百姓都对我感恩戴德。白虎大仙，法力无边，解危纾难，在世神仙。嘿嘿嘿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很快，我的威名碾压宋江，许多百姓都以为我才是梁山首领。这畜生太过分了，这山头的人都快被他用钱收买完了，都是些忘恩负义的叛徒。看来我们得找个新的人来镇住大局。找谁？玉麒麟、娄正义。得赶紧把这事告诉虎爷。时迁的情报证实了宋江的阴谋，他们要用计逼玉麒麟卢俊义上山。那人可是文武兼备，威名赫赫，绝不能让这袁大将落到宋江手里。我知道吴用会假扮算命先生，所以必须抢先一步。卢俊义，老虎说话了。不得无礼，这是天上下凡的白虎星君，见你有难，特来助你。白虎星君，我看就是装神弄鬼。哼，不识好歹的东西，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。罢了，世人难得信神仙，有些事只得应验才知。我师父见你时常救危扶困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现在偷偷回家，去往你管家李固的房间，你也就知道了。到时候你就来城外城隍庙找我们。为了震慑卢俊义，我还特意让公孙胜秀了一手撒豆成兵的绝技。只见公孙胜撒了几颗豆子在地上，豆子立马变成仆从和两顶轿椅。真神仙！哎呀，奴家想死你了，真想天天跟你睡一个被窝里。我的小亲亲，等哪天我们找机会把姓卢的做掉，家产就是我们的了，那时我们再做一对快活鸳鸯。哼，好一对狗男女！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。若非星君点化，我命休矣。来人，将此二人捆了，听候发落。对，城隍庙，快去城隍庙请我的恩公。甘罗发早子牙齿，彭祖颜回受不起。范丹贫穷是重复，八字生来各有时。若要问前程，先赐银1两。我在卢俊义家附近转悠半天了，按理说已经引起卢俊义的注意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累死我！刘唐和吴用在卢俊义家门口转悠了5个时辰也没用，最终忍耐不及，直接上门去了。滚一边去！我家主人也是你说见就见的。我会神机妙算，你家主人马上大祸临头了，快让我进去！你这江湖骗子，少在这里唬人！让他进来。这下只需要靠我3寸不烂之舌让他信了就行了。什么？白虎大仙，您猜的没错，真有个算命先生来找我了。大仙，您可真是神机妙算呀！他怎么在这里？吴用根本没想过我会出现在这里，把他吓得够呛，他只能仓皇找个借口就要开溜。找错地方了。吴用拉着刘唐慌张朝外走。快走，快！这么快就走了，不留下来吃个饭吗？不用了。我狠狠将了吴用一军，把他气得半死，更知道接下来他会用藏头诗陷害卢俊义，所以我故意让卢俊义和我出了门，给吴用制造机会。两位神仙，今天一定要跟我去尝尝这家店的大龙虾。他们出门了，机会来了。两人从后面买通门房，偷偷摸摸来到了卢俊义的房间。吴用开始在墙上题诗：吴学究，好书法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估计又是他搞的鬼。大人明察，我算出卢大员外有危险，特来提上几句挂歌，提醒卢大员外。那你见我的时候为何不直接跟我说，而要偷溜进来？天机不可泄露，所以雕虫小技，也敢在本星君前造次。难道他早知道我要？各位，你们看下美剧的第一个字。卢俊义反。好你个江湖骗子，你竟敢陷害我！快走！官差冲上去，抓捕两人。刘唐兄弟，救我！哥哥，快跑！我来挡住他们。谢了兄弟，我回去搬救兵。就这样，吴用狼狈逃回了梁山，倒霉鬼刘唐被抓起来投进了大狱。星君大恩，卢某无以为报，但有差遣，万死不辞。谢谢卢兄，卢兄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去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我只是想救更多的人而已。不过这里我正好需要你帮的忙。什么忙？借你的嘎子燕青一用，贵府红鸾星光大盛，我算到他在汴京城内有着一段良缘，千万不可错过啊！哦，星君既然这样说，那可真是燕青这小子的福分呢。
我这就吩咐他去往汴京。之后，我和公孙胜就回到了梁山泊。我知道回去宋江不会轻易饶过我，干脆直接跟他摊开了说。你还敢回来？来人，把这个叛徒抓起来！敢问我所犯何事？你联合外人对抗梁山，你害得刘唐兄弟下了大牢。叛徒该死，杀了他！哼，那你敢不敢告诉众兄弟，你是如何用藏头诗陷害卢员外的？这和你当年为逼猪头上山，纵容李逵府批示碎小衙内的手段有何不同？和你害得秦明全家被官府所杀的毒计又有何异？我知道宋大哥看我和众兄弟关系好，怕我抢你位置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怕你？本来我没这个打算的，但我不能看着你近代的兄弟们走歪路而坐视不管。你这梁山老大的位置我争定了。好你个狼子野心！我是众兄弟推选出来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既然这么有底气，那我们7日后再进行重选吧，到时候看兄弟们还选不选你。反了，来人，把这畜生给我拖下去！哥哥息怒，我觉得虎爷说的有理，重选才公平。秦明兄弟所言极是，我复议。我这招果然有用，那些被宋江逼良为寇、暗害晁盖的破事，就等机会站出来了。你们要造反了不是？哥哥若真心为良心，还请哥哥遵从我们的意愿。好你个林冲，连你宋头领，你这首领之位怎么得来的？你心里没数，表面上冠冕堂皇跟晁盖称兄道弟，结果背地里使坏瓦解他的势力，最后逼得晁盖亲自中毒身亡。还有他的言是谁帮他报仇，谁就当梁山主人，但最后亲手杀了仇敌的人并不是你，你却做了这首领之位，这公平吗？住口！你这梁山头领之位不明不实，理应重选。对呀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我想起来了，糟了，又中了那畜生的计了。原来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逼宫。这畜生口才好，生厉害，再这样我们会优势尽失。我们暂且答应，从长计议。我可以同意重新选，但如果你选输了，我要你虎爪子下酒。还好你要的不是我这宝贝。哼，送客。那畜生今天这么当众挑唆，掀我老底，不知道又有多少兄弟投靠了他。这畜生好生歹毒！这畜生今日一闹，动摇的是我宋江的根基，坏的是我等招安封官的大计。梁山若散，你我便永失草寇，再无出头之日。那我们何不在这7日内提前把招安之事提前完成了？也对，趁现在我还是梁山之主，趁机引入朝廷势力，压制这些不服管教的家伙。军师可有妙计？我有个一箭双雕之计，但我们要让神行太保戴宗兄弟拔掉畜生的一个爪。好你个石谦，竟然背叛哥哥！石谦被神行太保戴宗打成重伤，差点去见了阎王。我的王牌耳报神算是暂时废了，但好在我发展起来的基层情报网还在运转。我准备学古人，先来个天降石碑于腹中书上，结果第2天就出事了。首领，请速回山。现在高俅内司正派精兵围攻二龙山。怎么回事？说是我二龙山的人杀了高俅的侄子高廉，现场发现了我二龙山人的尸体，还有高俅留下的血字。听说那高廉会妖法，寻常人杀不了他。宋江手下恰有戴宗、樊瑞、乔道清这几个会使妖法的，好一招借刀杀人。大哥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高俅还带来了火炮，这可是对付金辽的大杀器，二龙山怕是守不住了啊！我要不这就去召集白虎山、金峰山等山头来解困。杀鸡焉用牛刀，只需要一个公孙胜和武松就行了。鲁智深，你回去帮忙，告诉二龙山的兄弟们，顶住，我2个时辰内必能让朝廷退兵。当晚我让武松和鲁智深冒充官兵，偷出了高廉的尸体。等高俅去祭拜高廉时，高廉的尸体早就不见了踪影。我的侄儿啊，你死的好惨啊！啊，侄儿呢？我那么大个侄儿呢？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大哥，大半夜偷尸体干嘛？真晦气！少废话，扒了他的衣服，看看伤口。果然手法干净。公孙胜，你用樊瑞他们的路数给他加工一下。师傅，那几人的法术都是下九流，我本来不屑于模仿，但既然师傅说了，徒儿照就是。公孙胜用法术在尸体等排了几下，尸体一下子就布满法术伤痕。很好，但这个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给高俅一个见面礼。我们给高俅的见面礼也来了。将军，这是您要的东西。有劳了。幸运客气了，能帮二龙山是我的荣幸。大哥，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走吧，我们去求见这位高大人。事实证明，我先收服公孙胜是正确的选择，因为这小子不仅能呼风唤雨，竟然连操纵尸身、通幽问名的旁门左道也颇为了解。这次可帮了我大忙。有刺客！你这大虫竟敢闯我军营，不怕我诛你9族！大人威震四方，小的怎么敢造次？小的是二龙山的首领，这次特意来见高大人，
是有要事相告。就是你们杀了我侄儿。您的侄儿并不是小人和二龙山所为，请大人明鉴。胡说，我侄儿死前都写了，怎么会不是你们？叔叔，有鬼啊！大人放心，你的侄儿应该不会伤害您的，估计是他有冤屈，前来向您申冤而已。叔叔，不是二龙山的人杀我，是梁山的戴宗、樊瑞、乔道清几人，他们故意嫁祸给二龙山的。老虎上去查看。大人，快看，他的尸体上有伤。把仵作叫来。大人，这不是兵器所伤，是法术所伤，一般要死后1天才能出现伤痕。敢杀我侄子，还要戏耍我，这梁山我非平了他不可。大人，小人查了下，是童贯在背后给他们撑腰。那个老不死的。大人，这是小人收集的一些童贯他贪污犯罪的证据，特献给大人。很好，很好，只要我把这个证据呈上朝廷，必然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大人要惩罚奸匪，必定费心劳神。小人特意准备一些碎银，请大人买一些补品滋养，也算是小人待天下百姓的一点心意。好说，好说，全军听令，这为二龙山奔梁山，这次我要把他们杀了一个不留。这二龙山现在肯定很惨吧？任凭那畜生多大本事，也抵挡不了朝廷的火炮进攻。军师此计甚妙，一石二鸟，既除了心腹大患，又在高大卫那里卖了个人情，我梁山招安之路自此畅通矣。哥哥说的是，只是可惜了二龙山那泼天的富贵，不过很快就是哥哥的了。对了，那些投靠畜生的人名单整理出来了吗？到时候我要给他们秋后算账。大哥放心，我都记在小本本上了，一个跑不了。从此梁山便是我宋江的梁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时花荣急匆匆跑进来。大哥，不好了，高俅正攻打我们。什么？对方还说我们杀了他侄儿，还要整个梁山陪葬。他怎么知道是我们杀了高廉？外面的兄弟们正抄家伙要出去拼命呢。不能拼命了，拼了命，我们的招安大计就没戏了。两人赶紧慌忙跑出去。高俅那狗贼来得正好，看我不要了他的狗命！不要！冷静，大家冷静啊！你怕了不成？我不是怕，我是为了大局考虑。两位在这里做什么？这件事不就是你们搞出来的吗？本来陷害我二龙山，没想到被他识破了。你胡说！带上来！他们都说了，是你们让他们去杀的高廉嫁祸给二龙山。卑鄙！各位兄弟息怒，这次只是个意外，为今之计，我们得想办法退敌才是。我倒是有个好办法，我们直接把幕后主谋交出去，再花点钱，我可以来中间调解。混账！我可是堂堂梁山首领啊，把我交出去，我们梁山脸面何在？我看你们谁敢！啧，一个堂堂梁山首领，居然一点担当都没有。梁山兄弟们真是瞎了狗眼，让你当了首领。我有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。什么办法？招安，我们向朝廷投诚，自愿被收编。什么？宋头领，原来你打的是这种主意。宋老贼，我看错了你。兄弟们，听听，这就是我们的大哥，他心里想的从来不是兄弟们的血仇，而是怎么给朝廷当狗。宋江哥哥可都是为了你们好啊，跟朝廷作对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。招安是我们唯一的活路，难道你们想子子孙孙都顶着贼寇的骂名吗？招安了，大家就是官绅。闭嘴！看看山下官兵的火炮，他们可曾把我们当人看？招安，那是你宋江想拿兄弟们的血去染红你自己的官袍。你不是欺负去死吧！不许动我哥哥！大哥也是为我们着想，我们就算死也不会招安。各位兄弟，大家有事好商量，好商量。我觉得我们把3个凶手交出去就是，毕竟高俅又不知道是我和大哥出的主意。这是个办法。有你这样当首领的吗？亏我们几个对你如此忠心耿耿，到头来居然落得这个下场，还是虎爷光明磊落。兄弟们息怒，息怒呀！众人围着宋江，个个愤怒异常，一定要两人给说。宋江被逼得满头大汗，退无可退。终于宋江心一横，宋江从吴用后面拿起一个花瓶，狠狠砸在吴用头上。不用争了，就他吧。你吴用瞬间晕倒在地。宋头领好手段，真是让兄弟们都开了眼。先把他送过去看看情况，其他的就说樊瑞3人已经逃离了梁山。至于招安，刚刚只是随便说说，不要当真。这里听明，我被送来了。我吴用自诩智多星，算尽天机，助你宋江做上头把交椅，没想到最后竟把自己算成了你的一枚弃子。宋江啊宋江，你的心比高俅的刀更。把这厮给我斩了，为我侄儿报仇。大人饶命啊！不是我，是宋江指使我的。宋江交出吴用，平息了高俅的怒火，又给了高俅大量钱财贿赂，加上高俅急于回去对付童贯，围攻梁山的官兵终于撤军了。回到汴京的高俅利用我提供的证据，在朝堂上打压童贯，一时风头无两。
我本想就此断了宋江的招安念想，却低估了他求生的本能。到底是谁给高俅那些证据的？门口来了一个算命先生，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一个时辰后东门小树林古井见，有方法帮助大人，请大人一定要来。及时雨，什么人？大人，及时雨是梁山坡的贼首呀。这人找我干嘛？他莫不是想害大人您吧？之前他们就杀了不少大家富户。不过最近我被高俅打压实在厉害，这样坐以待毙也不行，派一些高手去约定地点打探查看下，保证我的安全。报告大人，已经打探好了，周围没有埋伏，只有2个人身着黑衣等在那里。走，去见他。很快，童贯和宋江在小树林见面。童大人，小人宋江在此恭候多时。听说你要帮我？对，大人，我现在也得罪了高俅，所以特意来投奔大人您。哼，想投奔老夫的人多了去了。是，我给大人的见面礼就是梁山。我拿来有什么用？我梁山的人杀了高俅的侄子，高俅记恨梁山。如果您把梁山招安了，那梁山必定给您带来势力。笑话，老夫还愁找不到几个心腹吗？大人，梁山个个骁勇善战，自不必多说。但真正的是，梁山拥有好几个赚钱的产业，光是教头保险一项，月入就不下50万两。我往多了的说，我不信这老匹夫不动心。哦，此言当真？50万两还是月入？这梁山倒是个会下金蛋的鸡。要是这些钱都到您的口袋里，大胆！你把本大人当什么人了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杀了！大人饶命啊！小人只想为大人分忧啊！哼，你能怎么为我分忧？大人，你想想，招安梁山还有2个好处：第一，可以解除梁山这个对朝廷的威胁；第二，直接招了这批狠人去打其他反贼，还自带粮草，岂不美哉？最近那方腊让皇上实在头疼，没准真的能帮皇上解忧，那我岂不是又能把高俅那厮踩在脚下？派兵招安，中间也能顺便赚到油水。你这么为本大人着想，意欲何为呀？就是希望大人在招安的时候许小人一个官身。但如今招安大业有一大坏，就是那2龙山的老虎太阁，他屡屡坏我好事，更曾与高俅勾结，不除他，招安难成，那些产业也难以到手，请大人助我。一只大虫也配老夫出手？也罢，便替你扫清这障碍。宋江就这样和童贯联合了。童贯奏请皇上消灭2龙山和招安梁山，皇帝恩准，大批军队再次向2龙山进犯。我远在梁山，却不知宋江早已买通2龙山掌管水源的司务头目。一夜之间，大部分兄弟饮用了掺入冷汗药的饮水，昏睡不醒，山寨门户大开。都在这里了，还剩100多人在负隅顽抗。废物，3炷香之内必须解决。太师别急，马上我们真正的猎物就要出现了。放开我的兄弟们！大人，他就是那个会说话的妖怪。杀无赦！宋江，是你！死畜生！你的兄弟们都要因你而死，你高兴吗？你敢伤我兄弟1根手指头，我要你们陪葬！来人，把2龙山的匪徒都给我乱箭射死！无数士兵对着那些昏迷的人搭弓。不要啊！你要救他们也可以，那你自杀吧。什么？射！好，我死！你要说到做到。大哥，怕死鸟！大哥，别，我帮你杀出去。我死能换兄弟们生，我死而无憾。大哥，我们没看错人，这畜生一死，我的招安大计就成了。自刎还是剖腹，随便你，快死吧！但好像有人忘记了，我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。你这时候，远处隐约传来马蹄声，由远及近。什么声音？大哥，我来也。大哥，我们来了。谁敢伤我恩公？看来这些兄弟没有白交，好兄弟，伤我兄弟者死。好你个林冲，居然来这里作对！怎么来这么多人？太师，这得有几万人了吧？传烽火，再给派10万兵过来。我不信收拾不了这些贼子。我知道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，并且把事态扩大，也会牵连更多无辜的人。我必须重新想办法。我现在想办法让他们内斗，我才能有可趁之机。老虎对童贯喊话：大人，2龙山早就改恶从善，耕田从商，如今您派了这么多人来围剿，请问是什么名义？当然是乱臣贼子造反呀！那请大人拿出我们造反的证据，要不然我不服，众兄弟也不服，天下百姓也不服。好一张利嘴！好，那你这万人围寨又算什么？大人，他分明是强词夺理。哦，那宋头领向高俅献银10万两求招安，也是强词夺理。你之前投靠高俅？没有。太师，宋江是不小心得罪了高俅，不得已才投靠您的。什么？您只是他的候选而已。
您不信，您可以问问高俅，是不是前几天处决了一个叫吴用的，那个就是宋江的军师。你这厮竟敢耍我！大人息怒啊！大人，我们双方友好谈判下，相互留个面子，撤兵吧。大人，不能撤呀，撤了老百姓怎么看呀？还以为您认怂了，害怕一个山贼草寇呢。对，而且我现在调了这么多大军前来，如此兴师动众，无法跟朝廷交代，那我在陛下面前岂不是混账？别以为我会信你，我不仅要全灭你们，还要给宋江个大官当呢。真是棘手的家伙，看来只有另想办法了。虎兄别怕，大不了我等跟他们拼了。诸位兄弟，生命太珍贵了，我不想有任何死伤。给我杀！公孙胜、樊瑞、乔道清，你们几个先用法术拖住我，去就来。公孙胜几人站出来施展法术，各种法斗成兵，展开乾坤八卦阵，拔出术三昧真火，逼得朝廷一方节节败退。恩公，这是您要的百姓的万民册。老虎又看向梁山人群，戴宗来了没？我来了，马上给我用神行甲马。老虎看向卢俊义一方，燕青，给我出来。燕青在此。戴宗，快给我们腿绑上神行甲马，我们要去甜水巷。什么？这种时候，大哥居然还想着去那种地方？这大厨要逃跑了呢。各位兄弟，且在此等我回来。燕青和老虎飞了一样冲出去，神符甲马果然厉害。我和燕青以迅雷之势直冲汴京。之前让你去勾搭李师师，你们现在感情如何？我还不错。你这次要是帮了我，我祝你们成就好事。真的吗？燕青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我的小雨哥哥怎么还不来找我呢？诗诗姑娘，诗诗妹妹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立马帮我一个忙。哼，好不容易来看一下人家，却只想着人家帮忙。我的好妹妹，这不是急吗？等我做完这件事，我一定好好陪你解解闷。那你说什么事呢？带我们见陛下。老虎。嘘，他是自己人。劳烦姑娘带我们见个皇上啊！诗诗妹妹，快醒醒！李师师醒来，我们给他解释了好半天，他才不再怕我。但听说到我们的要求，他还是有点为难。这有点难办。我立马给燕青使了眼色，燕青立马入席。诗诗，今日若你不帮，城外便有数万好汉和无辜百姓丧失性命，你忍心看我以后每晚做噩梦吗？小雨哥哥，但他真的不会吃掉陛下吗？我只吃素，最近在减肥。李师师同意后，我立马开始给宋徽宗的见面礼。他是个对画画极度痴迷的人，我对症下药，在系统商城自定义买了一幅唐伯虎的名画《山路松生图》。半个时辰后，宋徽宗果然出现在李师师的闺房。师师呀，听说你有宝贝要呈现给朕，这是奴家一位朋友所赠，特意让我奉送给皇上您的。这画简直绝妙至极，朕甚是喜欢。这朋友在哪里？朕一定要见见。陛下，奴家这位朋友有点怪异，怕陛下吓到。不碍事，朕统领四海，什么怪异没见过，请速请他出来。陛下，他就在。陛下，我在这里。大虫，护驾。陛下不必害怕，你看这万兽之王都朝您跪拜呢，可见您的天子之威震慑万物。宋徽宗被李师师安抚下来，但仍有些畏惧地看向老虎。是吗？陛下，我本是天上的白虎星君，见天下百姓遭受匪患，所以特下凡来惩恶扬善。如今在我带领下，二龙山、梁山等山头已经经商种地，不再给社会添乱。但现在佟大人却大兵围困我们，特来求助于陛下。大胆，明明都是些谋逆，理应当诛。陛下冤枉啊！我们山头的兵器都快生锈了，从来没主动招惹过朝廷。您要是不信，可以查查各地的案件记录，看看我们有没有犯过事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力所能及，在各处行善积德。这是百姓们的签名，请您过目。宋徽宗看册子，上面各种百姓的签名。开仓赈灾，发贷款给灾民重建，开办免费学堂和医馆。哎呀，之前奴家的家乡也遭了灾，听老乡说，多亏了这赈灾贷款，要不然他全家都要饿死了。确实做了不少好事，可你们做这些，没准就是为谋逆笼络人心。我早料到宋徽宗会这么想，所以我立马使出另一计策。如果我要谋逆，刚刚就可以直接对您动手，又何必跪在这里求您呢？如果陛下还不信，您可以现在就把我的虎皮剥了去，我绝无怨言。住手！只是陛下，小人的目的是变废为民，化解民怨。而佟大人想要招安，我合理怀疑他是为了培养自己一批势力，这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。纷争开始了。有句民谣，不知道陛下您听过没？
童公公，花地皮，南征北战只为己，百姓卖二换米吃，他抚珠宝堆成山。这童怪，宋徽宗看向老虎，既然你是白虎星君下凡，不如朕封你个官，你带兄弟们去打方腊，为朕分忧如何？陛下，我等山野之夫，行军打仗，实非所长。但若论赚钱养兵、充实国库，小人倒有几分心得。不如就让我等在大后方赚钱交税，给朝廷提供军费，招兵买马。国库空虚，这老虎赚钱这么厉害，正好能帮朕解决军费问题。招安了还要花钱养着他们，不如让他们自己赚钱交税。宋徽宗满意笑笑，寿衣你。就这样，我说服了宋徽宗，兄弟们变匪为民，赚钱交税，不用被招安，也不会被剿灭，身份彻底洗白，把兄弟们带上了康庄大道，得到了皇帝的许诺。我立马带着宣旨太监回去。公孙道长，你的阵法还能撑多久？按住香，师傅再不回来，咱们真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少爷，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。兄弟们，我们直接拼了！拼了！圣旨到。这宣旨太监刘公公怎么来了？完了，肯定没好事。圣上有旨，二龙山、梁山等寨即日起合法经营，按时纳税，官兵即刻撤围。童贯贪污一案，着御史台严查。什么啊？此生再无逼上梁山。那洒家以后每天喝点小酒，没事把垂杨柳，也过点神仙日子。老虎笑着朝他们宣布：兄弟们，从今天起，咱们放下刀枪，拿起算盘，不做土匪，不做走狗，只做自己的主人。杨家列祖列宗，儿终于不是反贼了。我等愿一直追随大哥。各位兄弟不必客气，之后我们就赚钱吃肉，风风火火向前走。好汉们悲剧，大哥威武。宋头领，咱俩这票已经投完了，你完败哟！你这该死的混蛋，坏我好事！来人，把童大人抓起来，带回京城等待发落。都是你害了我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恭喜宿主完成，成为梁山首领，改变好汉必结局的目标。现奖励积分加1万，解锁新技能。商业帝国蓝图。从此，大宋少了一群落草为寇的好汉，多了一个造福百姓的商人。在我的带领下，兄弟们开商铺、办工厂、搞物流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再也不用过提心吊胆的日子。而那些奸臣贼子，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这才是水浒好汉该有的结局吗？